县主痊愈了。是，多亏了裴义公的药。也要多谢萧兄，那晚为我及时求医。萧某所作不足挂齿，若染病的是我，相信县主也会不遗余力。总要说出来的。萧兄，这次确实是我为了帮裴义公验证药方，故意染病。先前答应过萧兄不再自损身体，我没有做到。你想说什么就说吧，我不会为自己找理由。我虽信任裴义公，但我能否活下来，当时也不知道。生病的原因是我骗了你，但那番遗言，却都是我真情实感。你若生气，我也不怪你。但是，这病得了是真难受，千万别生病。之前我见县主为查案不惜自损身体，会觉得这种方式看似英勇，却多少有些莽撞。但这次，我才明白县主的良苦用心。在这深宫之中，只有用这种破釜沉舟的方式，才能去找寻真相，助众生。萧兄谬赞了，我哪有那么崇高？只是有这个身份，比他们多一些偏爱罢了。我为宫中时其心急是真的，想帮裴玉验证药方是真的，不怕死也是真的。但我害怕。别怕，萧兄算出了大吉之卦，我知道我会没事的。萧兄那几日没来问候，我还以为你在置气，今日看来是我小人之心。萧兄是调查那位施药的内侍去了。若我整日在县主面前晃悠，只怕县主不会好得这么快。县主要为裴义公证明，我也只能做点小事，证明那次施药失败并不完全是裴义公的责任。选中刘甲施药，应该不是偶然。没错，那次来选人的是黄甫通。刘甲，是你特意选定的吧？你的意思是说，裴玉的药方害死人，是我暗中阻挠吗？这女人医术不精，妖术倒是高超，个个都如此维护她。裴玉的药方姓烈，你为了不让他出头，特意找来了身患实际又有位极的刘甲。真是好笑。我3个月在幻方任职一次，诊治过这么多宫人内侍，我怎知谁有危疾？再说了，病人是抓阄选中的，全凭天意。是这样的，天意。我不懂太史丞耍的什么仙术，但若太史丞有确凿的证据，证明是我动过手脚，我自然认罪。不然，就请太史丞离太医署远些。本就人手不足，若耽误了各位贵人娘子的病情，太史丞怕承担不起。是矾石，太医署可不缺这个。我猜测黄甫通用矾石水在每张纸上都写了字，再用某种方式哄骗刘甲，抓阄之前沾湿手指，因此无论他抓的哪张纸，纸上字迹都会显现出来。只是刘甲已死，当初用来抓阄的纸张也早就没了踪迹。就你了。从伤痕的形状来看，像是用鞭子抽打所致。哭哭啼啼的真扫兴，我来陪郎君。新来的吧？你就不怕吗？
怕有什么用？总要讨生活，扭扭捏捏大闹一通，不如找个好倚仗。有趣。那你愿不愿意陪我玩个游戏？那郎君要先和我玩游戏才行。哎，郎君要玩什么游戏啊？啊，郎君的玩具真特别。那也没有你这小女子特别的。该我了。好啊，郎君可记得含笑？记得是你的名字吗？郎君答错了，该罚。去哪儿啊？卢正脸，郎君好生小气。有意思。好的呢，抓住他！出事了！圣上亲赐灵佛在此，剑符入剑身上，让开！哼，从未听过。好大胆子！上！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疼不疼？嗯，疼不疼？你可以拿走我这只眼睛，但你这条命我得拿走。你是内卫，来这里干什么？想不通吗？想不通就跟我回内业去慢慢想。绑上石头，沉下去。谁都没有见过这个人。可他是宫里的人，要杀吗？他活着，咱们都得死。做得干净点儿。县主，这也能被你找到？内司伯说，县主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就喜欢一个人在这待着。你还不如说是打卦打的，我根本没有这习惯。汉使臣应该不会是来安慰我的吧？县主15年前便随内司伯在内业局
查案查到临近真相时，失去了所有线索，恐怕早已司空见惯。话虽如此，你好歹也做做样子。是萧母疏忽了。算了，你也没那份心思。找到新线索了。在太水区观星时，有时也会失去星辰的踪迹，但星辰运转有其轨道和规律。若是一时在天空中消失，只需去它来时的路上寻找，它总归会回到那里。查案比星辰要复杂得多，但道理应该也是一样的。若是案件一时失去头绪，那就去原点寻找。你也想到这个了？这一切的原点，就是宫墙上开出了那朵花。楼绰。我们原本在调查了韩啸之死，是楼绰故意把疑点引向胡达。杀死胡达的地方在秀红楼附近。若真如楼绰所说，他是因为嫉恨胡达才杀了他，为何要等到韩啸死后3个月，我们开始调查壁上花时才动手？他可以把韩啸神不知鬼不觉地埋入宫墙中，没必要大费周章地杀掉胡达。楼绰一定还有话没说。我就知道你不是空手来的，还不交出来！老鬼头知道你要来找我，肯定会让你带着透花瓷。走吧。顾思之怎么样？仍是背痛难解，不过毕竟伤了几个虚翼，暂时把他扣起来了。让他歇段日子也好。一人好好照应，谁敢对顾思之怠慢，就一一记下，待我办完此事再和他们清算。是。县主这是要提审谁？乱打听什么？我要去审楼绰。从此刻开始，楼绰有任何闪失，全算在你头上。我不知道你们背后的人是谁，但我知道你是谁。不管你是不是他们的人，楼绰活，你才能活。你撒谎了，你没有伤害韩啸，是你救了他。谢谢。县主可曾见过流星？当然。那县主是否知道，流星为何会从空中坠落？星辰若要沿轨道运行，不光是只靠自己，而是被周围的星辰所牵引才能安稳运行。若是没了那份牵引，便会从空中坠落，被烈火燃尽，化为齑粉。县主既找我协助探案，那我便是那颗牵引着你的星辰。不光是我，内思伯、五人、顾思之，还有许多人，都与县主相牵引。县主往后不必再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查案，我作为你的同僚，也会帮你想其他的法子去解决问题。你受伤，是我的失职。多麻烦？我不怕麻烦。你这是把蔡世成怎么了？县主，我没事，你们休息吧。是太史成来了。进来坐。说完就走，不扰县主兴致。自打御书房走水，县主一直告假不出，
我想也没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了。我打算把灵符归还圣上，也来跟县主说一声。喝一杯。我昨日在西市见到碧柔了。他回西京了。对，但他看起来很奇怪。不想让你看到。是。他一直觉得对不起你。他是有良心的人，有良心的人就会活得很累。那你呢？我看太史城是够累的。修红楼一事，你已经经历了，圣上应该也经历了。15年前，也是一个月圆夜，我生病留宿宫中，家中却突遭灭门，府上上百人口全部被杀。大理寺说他们尽力了，师傅说内业局尽力了，淑妃说圣上尽力了，可怎么才算尽力了呢？太史城不必同情我。我只是想说，我没有尽力。你今夜来同我告别，也算有始有终。这大半年，感念太史城相助。夜深了，我不送。县主，你可以说圣上是在袒护那些人，但圣上也确实是用按下真相的方式保下了你。或许在圣上那里，正义被伸张的方式不只有你认定的那一种。怎么说的像是我不懂事了？内司伯、五人、顾司职，还有我们都是和你一起的。跟我一起只能被拖累，你这灵符终究是要还回去的。县主还是信不过我。天下无不散之筵席。太史城，我敬你。现在，县主可以信得过我了吧？我与吴灵符可以归还，愿与县主共进退。其实县主与平日表现的并不相同，与旁人所说的、所想的也完全不同。萧某不敢说多了解县主，但还是知道你的为人的。多谢太史城。叫我太史城，那就还是信不过我。萧兄，圣上已下诏征斥工人出宫一事，往后出宫的工人会得到更妥当的安置，那些被害的工人家里也会得到抚恤。恒王的封号已被褫夺，吴越昆、杨侍郎等家人也尽被流北。顾县也得以官复原职。这是用9条人命换来的。我破了案，
却什么都没有守住。一切都结束了，我妹的在天之灵定会感念三位。这是碧柔死前托我转交给你的。碧柔告诉我，那日桃枝得知他们要去做工，却说不清要做什么，要去哪里。他放心不下，顾不上告诉你，就同他们一起上了马车。碧柔一直觉得是他害死了桃枝，他本想找到你亲自道歉，却始终没有勇气。桃枝一向这样，正直、热心，不愧是我妹妹。只怪我们去得太迟了。县主不要这么说，若不是你们全力以赴，恐怕还有更多女孩子受害。就算知道结局，那日他也一定会同他们一起上车的。若非家人来信，我还不知萧兄已命人帮我妹妹在家乡选了一块上好的墓地，让她永享安宁。多谢萧兄。萧母能做的也只有这些。那日在豫州太过冲动，多有冒犯。顾兄保重，我们等你回来。保重。申时2刻，庞二郎为柳英儿送出彩头，国色天香。萧兄之前曾说过，太史局会派漏客生去宫中及宫外各王府检查校订。太史局会有这些漏客生的记录吗？会有。 15年前，为端王府校订漏客的漏客生，也能查到。这不确定，毕竟过去了这么久，不知道是否还有留存。既然不知道，那便可能会有。劳烦萧兄帮我查查。 怎么样？时间太久了，已经没有记录了。果然是过去太久了。多谢萧兄。县主是如何发现阿好是女子的？方才与她过招时摸到手腕，便确定了。女子骨相与男子不同，这是伪装不了的。但我知道，太史丞早我一步。 我是通过他起身的方式发现的。萧兄，所以我们谁赢了？县主先抓到的人，自然是县主赢了。萧兄先选对了人，还是算你赢？那就算平手。王才女的病历记录不能带书，我都抄下来了。 就这些，这一页纸就是他半年来看病吃药的记录。
果然未有身孕记录，风寒身故。一个人活了20年，只留下风寒身故这4个字。负责他的医政怎么说10天前回乡省亲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们直接去问问王才女好了。哎，特意安排的，这才像样。皇陵重地，不得擅闯。你看我像是擅闯吗？福昌县主，这位是王才女的表亲，娘子英年早逝，圣上费尽心力才找到她的亲眷，并特许她前来拜见。娘子已经入殓，不日就将下葬。若是吊唁余归，县主还需有许可才行。圣上悲悯，王才女听眷就是许可。哎，爆花易燃，要小心火烛。是松木的爆花，防潮除味。不过天太热，放这些也无济于事。死前遭受痛苦，面部狰狞扭曲，尸体才会呈现出这样的表情。请肖兄帮我记录：双目圆瞪，牙关紧闭，肤色发青。看来王才女的病历没有如实记录。不是死于风寒。风寒而死的尸体，肤色微黄，眼睛和口部都是紧闭的。还好有冰块降温，尸体腐坏不算太严重。尸体上没有明显的伤痕或是击打的痕迹，但皮肤上布满了红点，皮疹不像是表面的疹子，像是皮下的出血点。我还以为县主买腊梅饼只是为了祭拜呢。如果只是皮疹，热敷之后不会有变化。是外伤还是中毒？舌底发黑，是中毒。已经开始腐烂了，摸不出什么。看来王才女是死于毒杀。这种毒症状特别，若不验尸，恐怕根本就不会发现。但根据那2位工人所说，王才女生前并未结仇，何以会被毒杀？想要杀人，仇恨不是唯一的缘由。你将房门反锁也无用，想在宫中杀人灭口，实在是痴心妄想。请县主好好享受吧。太史成，你怎么了？你头怎么这么烫？屋子有问题。哪里有问题？蜡烛。有迷烟。轻敌了，
只要和清白扯上关系，任我有天大的本事，也一定会被束住手脚。县主不是寻常女子，但女子蒙羞，牵扯的不只是她一个人。县主将我捆起来，他们便无谣言可造。太史丞，真难得你又聪慧又简单。屋子太暗了。县主，县主，县主，好热。我们要不要把窗户纸捅破？什么？县主，快来帮忙，米烟散掉，人会好些。我中了迷，没力气了。县主，快过来，通风之后会好很多。我扶县主过来。太史丞，得罪了。怎么了？肿了，不碍事。先上点药吧。趁我父亲还没有回心转意，还是先离开吧。你刚才推门进来，真是威武不凡。县主谬赞了。你从什么时候站在门外的？就是刚刚。听到我和萧太傅吵架了？听到了。他说绝不会让你进门，他侮辱你，说你是天煞孤星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是需要我听到的？没什么。昨夜之事，无论如何
我都会负责。太史丞无需放心上。我知县主不在意这些，但我在乎。反正就是我拉你查案，才遭人陷害，怎么能再拖累你？这不是拖累，是我萧怀瑾高攀县主。无论县主有何计划，这都是我的承诺。但若县主另有安排，我也会配合。那在圣上召见我们之前，先把那个始作俑者找出来吧。你一直都是在利用怀瑾，是又如何？内斯伯回信了，查这些真费了他不少功夫呢。这个是金陵的雨花石，这个是蓬莱海岸特有的洛克，这个是阳关的沙砾，这个是连州的钟乳石，还有这个一碰就碎的干叶子，是沙洲特有的一种树，叫鬼拍手。这些东西啊，都来自天南海北，也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，也不知道王才女为什么会看着他们又哭又笑的。因为他想要去看广阔山河的梦想再也无法实现了。王才女香囊中发现的那枚药丸，太史丞去验证过了吗？的确是碧溪丹，但与常见的成分略有不同。王才女怀孕的时候被人投毒，难道碧溪丹也是凶手给她的？不，凶手能将毒药混进王才女的安胎药中，又何须用碧溪丹杀人？太麻烦。这粒碧溪丹被缝在王才女的香囊内侧，或者是她自己准备的。他想利用碧溪丹假死出宫。难道是王才女与信王私会有了深怨，于是想假死出宫和信王远走高飞？该去会会信王了。县主，我也有发现，灵宫殿太大了，这个盒子我可是费了好一番功夫才找到的。你看，皮藤编织的盒子可不多见，我查过了，安南特产。看得不错，辛苦了。那县主，这次出宫能不能带我去？不能。是。走吧。萧兄，三人同去信王府，像是兴师问罪，只怕对方会有所隐瞒。我去查承恩宫到底为何停工。老大，你和太史丞怎么了？刚才我就觉得怪怪的。没怎么，太史丞说的没错，分头行动，两边都不耽搁。绝对有问题，我们两个一块去，还怕有问不出来的口供？平时都是我们三个一块查案的，怎么偏偏今日要分头行动？避嫌啊！一定是避嫌。太史丞也知道赐婚的事儿啊？知道了。那不对啊，那为何要避嫌呢？害羞？也不对，也不对。太史丞方才并无害羞之色，反而是有点生气。县主早就计划好，为救阿浩隐瞒真相吗？韦贤妃善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但有一事，她说的没错，无人能证明御书腹中的孩子是圣上的。此事若起风波，唯一能够落罪的，也只有构陷你我的竞合。贤妃总能全身而退。圣上若起疑心，承担猜忌的也只会是信王。这样不明不白的真相，倒不如还阿好一命。确实，真相大白，不一定是最好的结果。贤妃编了什么故事上报圣上？韦贤妃喜爱音律，与王才女惺惺相惜，谁知王才女一心只想离宫，还向韦贤妃寻求帮助。韦贤妃竭力劝阻，
但玉树心意已决，执意假死，未免身上蒙羞。韦贤妃无奈，只得痛心处死了他。那承恩宫一事又如何说？那晚我并未入宫，在承恩宫的是你和五人娘子，你们连日查案，一时疲惫便睡下了。那刘内侍曾被你刁难过，心怀怨恨，竟编造了一顿混话，四处传播，毁你清誉，已经被贤妃下令给打死了。为了一条命，可以编一个谎；为圆一个谎，可舍一条命。太史丞，我看这案子不查也罢。家兄听说了吧？私婚之事搁置了。我早说过了，不会拖累你的。所以这也是县主计划好的。什么？与我被困一夜，传出谣言，引为贤妃现身。太史丞高估我了。我如果有预知的能力，就不会次次让太史丞假扮阴阳先生。我与太史丞也算出生入死，我不想亏欠你。两个人待在一处，本就是相互亏欠，有了往来，自会有亏欠，有了亏欠，才能继续往来。若是真的不想再有任何亏欠，就只能就此别过，再无瓜葛。太史丞吓唬我？我不知道县主哪句话是真，哪句话是假，我只是将我的内心话说出来而已。我那日说的话，是为了气你父亲，他说话实在难听。无妨，都已经过去了。我就知道，你那天偷听到了。你在我家谈论与我的婚事，怎能说是我偷听呢？反正你就是偷听了。恶语最伤人，县主说话也实属难听。还假装没听到，若无其事的跟我查案。我那是大局为重。你不会还偷偷伤心了吧？县主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过重要。我说你额头的伤怎么好的那么慢？定是不好好上药，专门给我看的。无稽之谈，莫名其妙。好了，终究是我不对，我向你赔罪。不必，我接受。小气。小熊，快听。果然，这曲子在宫墙之外才最好听。希望我们都少一些憾事。木姐还没看。我没事，好心情差。你最好不要自找麻烦。我不是杀人凶手，那你跑什么？我要看看害死丽妃的毒究竟是什么，我要找到凶手。哎，少废话，快下来！裴玉，听县主的，快下来，不然……不要，我朝里只管。太史丞学坏了。药方写给你了，用的全是上好的药材。嫩肤祛斑，比千金坊里的逍遥丸效果还要好，你尽可以去查。你若是有所隐瞒，刑责会更重。为何要隐瞒？这药多一味少一味，效果都不好。太医署明令禁止私开药方，更不许女医公开方。而你不仅私开药方，还私自制药，
若不是丽妃轰事，你打算隐瞒到何时？我自然是不会说的。是你主动为丽妃配药的？是丽妃让我做的。不可能，何必骗你？我曾为丽妃调整过几副药的药量，效果明显。丽妃慧眼识珠，又私下找我调过几次药，效果都很好。丽妃知道女医宫不被允许开方，但她很信任我，这是我们的秘密。你还给她开过别的药？只是对药方略作调整。丽妃这次病愈之后面色憔悴，不如从前漂亮，所以她让我专门为她调配了一些调理气色的药丸。但丽妃的死绝对不会是因为这个。县主，带我去看丽妃的尸首。你现在是犯人，可我要知道丽妃到底是怎么死的，才能判断是不是与那药丸有关啊。晕眩气闷，大口吐血。不对，药方中的红花皂角刺，如果服用过量，是会产生毒性，但绝不会令丽妃吐血。丽妃出现中毒的症状和开始吃药丸的时间吻合，这不会是巧合。是人参，药丸中有少量藜芦，若与人参同时，会使人中毒。如果丽妃真是因为这药丸中毒而死，恐怕只有这一种可能。最后一次见到内侍臣是什么时候？昨晚戌时末，内侍臣将宫院里几处需要焚烧的草药点燃后，就去休息了。照安排，他应该在今早寅时末去偏殿与守夜的内侍轮值，但过了2刻，他也没来。我们担心内侍臣染病，便去找他，却发现人并不在里面。屋里没人影，我们就以为内侍臣出去了，可找了一圈也不见人影。内侍臣匆忙之间，连鞋都没来得及穿。我俩昨晚亥时2刻开始值夜，一整晚都没什么动静，我们也没看到有人出来走动。你们整晚都守在偏殿，没有四处巡查？是。